黄石市场终于试营运啦！这座板桥人苦等5年的全新建筑，前身可是台北县第一座公有市场。如今老商家陆续回归，再度为这个熟悉的地方注入在地人情味。这次我们就带大家走访新黄石市场，从怀旧老味道到新晋美食，一边逛一边吃，看看到底有哪些惊喜。同时也会补齐过去错过观众推荐的黄石市场遗珠美食。整体逛下来，市场空间宽敞舒适，让人充满期待。等到所有摊商都进驻后，又会是怎么样的模样呢？想知道里面长怎么样，好不好逛，好不好吃，那就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今天来到板桥的新黄石市场，历经5年的改建呢，终于在最近开始试营运了。那今天是4月29号，是试营运的最后一天。那我们想说呢，就来看看里面呢，现在可以逛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。我从后台数据看，大家都在看我们旧的黄石影片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大家应该很好奇，我们进去看。我远远看啊，第一眼觉得说，好像1楼的店面没有开，这个布景啊设计的虽然说很接地气，可是还是有点奇怪啊，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说店好像都没开，印象比较好。在台湾的印象就是铁门拉下来就是关起来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要是我的话，后面我会把它换成打开的样子。我们现在进来市场里面，1楼呢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其实还蛮一目了然的动线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逛完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有做功课，等一下呢会稍微来吃一下一些新进的摊商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说，这边有一些什么特色可以看。我们先来吃卤海南鸡饭，然后现在呢，因为那边的摊位还没有租掉，所以那边有摆一些桌椅，大家买了可以去那边吃。但是之后呢，如果租掉了，那边就没有公共的用餐区了。还没有进驻的摊商，他就会先取一个特别的名字，让整个市场的风格一致。台湾产地加倍这样。这间卤海南鸡饭呢，不是旧黄石市场里面原来有的摊商，是新进驻来的。那它因为我们现在呢在做饮控，所以我们就是选了3样青菜，然后稍微吃一下。它的海南鸡饭看起来非常的正宗，而且米用的是香米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哇，它的海南鸡好滑嫩，加上这个葱油上去啊，它的葱油调得很好，味道不会过呛过咸，非常的平衡。我觉得海南鸡就是要滑嫩，我觉得它都有，尤其是它的肉的部分，有那种酥肥的感觉，还蛮棒的。便当菜可以选3个，但因为我们在做饮食控制，所以我们就选了2个菠菜，1个高丽菜。它炒青菜的配色很好看，卖相很好，吃起来呢也保有它原本应该要有的脆度，不会炒得过软。它这个米啊非常的优秀，是用香米然后去焖鸡油的，所以非常的香。那你看正常我们看到都会黄黄的，那它其实没有，因为它用的品质蛮好的香米，吃起来真的非常好吃。搭配葱油真的超邪恶，不知不觉饭就会吃完了。这间我给90分，非常优秀，让我想到新加坡的天天海南鸡饭。我也给90分。这一间是金珠贝果，因为我们就坐在它的旁边吃东西，它的贝果看起来太诱人了，忍不住又要破戒一下。然后它是从土城进驻来的。我买了一颗芋泥咸蛋黄，真的里面看得到芋泥，咸蛋黄也有，试吃一下。贝果本体非常的香 Q， 那我们随机呢，请老板帮我们切2块下来，每一口都还是能够吃得到咸蛋黄跟芋泥，所以表示大家吃的每一口应该都会有。我刚刚咬到咸蛋黄的时候，好香哦。这一颗是招牌金珠，那里面放的呢是信公的厚切培根、薯泥还有乳酪丁。那我问老板说什么叫做信公的培根，他说这个呢是一家很优质的猪肉厂商，号称猪肉界的台积电。然后人家口蹄疫的时候呢都没有得卖，可是它是唯一一个台湾可以外销出去的，外销到日本。好咸香哦，难怪是招牌。就是培根的香气啊，真的是你吃小小一块啊，它就可以弥漫你整个口腔。哦，这培根真的超好吃哎！
很像那种很好吃的辣椒，一点点辣椒就可以配一整碗饭那种感觉。那种感觉没错。来这家买东西呢，你可以先试吃再决定要不要买。那我看几乎来试吃的客人呢，买单率还蛮高的。这家多养成呢，也是我们本来想要吃的店，可是不巧碰到今天公休。那因为我们刚刚就说我们在饮控，所以呢，它就是卖了一些是健康的东西，比如说它的面啊，蒟蒻面，米呢也是蒟蒻米，像它做成的卤肉饭啊，用2:1的这个比例呢，混合了白米跟蒟蒻米，不失口感，可是又可以减低热量，我觉得是蛮聪明的。可惜今天我没办法吃到。我真的超级好奇，岳母卤肉饭，它卤肉饭是用蒟蒻米做的，这吃起来感觉是怎么样？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呢？这一间是阿明海鲜，是在地呢很有名的海鲜摊商，评价很好。老板说啊，他17岁呢就在妈祖庙旁边摆摊了，然后摆了50年哦，然后现在移到里面来啊，我们觉得说对老板啊，对客户来说都是好事，因为这种东西呢保鲜非常的重要嘛。这个摊位上有很多东西呢，都是老板帮你处理好，真空包包起来。他说啊，客人的胃口都被他养坏了，现在有刺的要自己处理的，他们都不要。这个是挪威进口的鲑鱼，生食级的哦。老板说会处理的人呢，他买回去切一切呢，就可以当生鱼片吃。不过还是建议会处理的人再这样做会比较好啊。石斑，这是虱目鱼，都是老板自己处理到没有刺的，他把大半辈子都奉献在这个摊位上了，所以非常知道客人的喜好。像你就是一定要无刺的你才要弄这样子。没错，就是无脑的丢下去水煮就很好吃的东西，这种我最喜欢。这间摊子呢叫做黑美人，是阿明的老婆，他们夫妻俩一起在这里做生意做50年。那他们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从阿明那边来嘛，然后呢就是新鲜的，现剥好，现去壳之后呢，泥肠拉掉，然后马上真空封起来卖给大家。这一包哦，它是用1斤的虾子去剥啊，去完壳之后剩下半斤，这样卖250，我觉得很赞呢，根本就是没有收你工钱的意思哎。他没剥壳的时候也是250，所以很赞。你最爱这种的，对，而且我也爱，因为我不用一直剥。放心把自己的东西交给别人，都是自己弄，然后所以里面呢，我也完全不会有添加物什么的东西。我现在看他就是在旁边在弄那个虱目鱼头这样。这一间是日升生鱼片，一样是阿明海鲜的老板推荐我们过来。你看哦，一样都是卖海鲜，可他就推荐我们说，你去隔壁吃生鱼片，因为呢，他们就是在地经营了几10年呐，彼此都很有感情了，人情味浓厚。虽然是新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点这一份呢是350块钱，因为我们有点比目鱼，这个价钱稍微比较贵一点点。但大家如果平常买300块的话呢，分量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先从比较不油的开始吃，这个应该是旗鱼。一般来说，旗鱼是我比较不喜欢吃的生鱼片，但是它很甜，有点粘性，很新鲜。是尾鱼，你看它鱼肉表面很有光泽，而且我们刚刚吃呢都没有筋哦，它的温度也保持得很好，没有冰晶感。哇，这让我好想要去东港吃海鲜哦。我们今天运气很好，鲑鱼的油花好棒，这么喜欢，香甜。而且我们昨天才吃完汉来海港，觉得这里的哇鲑鱼好多了。我们很少吃到完全没有炙烧的比目鱼，它吃起来竟然是有点脆的口感。我觉得可以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呢，吃到这样子分量啊、品质、这样子价钱的生鱼片啊，我觉得是真的蛮不错的。它叫做买几圈，当然它其实是在卖脆皮甜甜圈啊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饮控，所以很可惜我都不能吃。看到这种甜点是我最喜欢的。哇，看起来好香哦。这一间是巧运，它是卖一些小茶点的，有绿豆糕啊，还有黑糖荤桂。然后他们的黑糖荤桂呢，也都是手工自己做的，然后说糖度是蛮低的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它超 Q 超好吃的，刚刚要戳下去的时候呢，它还一直捞不起来，因为太 Q 了。老板在旁边看了一直笑，因为呢，他应该是心里非常的得意，他的东西很厉害。这叫做是有自信这样子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它这家主要还是卖绿豆糕，它的绿豆糕呢跟别人不太一样，里面是有夹心的，有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。还是忍不住要来吃一颗，虽然说热量好像有点高。这一颗里面是包玫瑰馅，来吃吃看。
来就是很绵密的绿豆糕啊，中间这一块呢应该是豆沙，但是它就是弥漫了一股就是微微的清香玫瑰香。这个茶点好有气质哦，它是那种你下午吃一颗，然后配上一杯茶，就可以让你一整天恢复能量满满的。它咬下去满满的玫瑰花香哎。这一间是丰泉号牛肉店，也是旧黄石市场里面呢很老字号的摊商，大概有70年的历史了。然后我刚刚看他在处理客人的牛肉啊，感觉真的经验非常老道。那我们有蛮多观众也是都住在板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间呢？刚刚碰到一位这家店的老客户，他说呢，从前是在某一个角落，但是后来搬到中继市场之后，他不知道，所以就没有再买这家店了。然后今天来这边呢，就又重逢了啊。如果没有来这边买的话呢，他就要跑到南门市场那里去买。他说板桥他就这一家了这样子。这边市场啊，菜商有2间，一家叫阿丽，一家叫做秀秀。那我观察到他们摆的都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上面的菜都很干净，像红萝卜、白萝卜啊，它的泥土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。然后老板呢会帮你也是稍微的处理好，让你回家作业可以更方便一些。这边老板跟我们分享说，像现在菜摊搬到里面来啊，过了2天呢，蔬菜还是一样青青翠翠，不会说哦摆了1天之后呢，就看起来就不怎么新鲜的样子了。这一间是天灯号肉店，我们刚经过的时候呢，看到哇，它的肉非常的漂亮。那走近看，发现是黑毛猪。黑毛猪呢，真的是吃起来特别的香甜。那刚刚细问之下呢，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一家呢，它也是在地经营几10年的老摊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像冲绳啊，也都有什么黑毛猪，我觉得台湾完全不错。而且听说冲绳那边的那个黑猪肉啊，其实都是从台湾先过去的，最早可能台湾引进过去的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些毛发残留在上面，那其实很多人买肉呢是不喜欢有看到毛的。那如果是白毛猪的话呢，一般我们看到摊商就是用瓦斯枪把它喷一喷，让它的毛都不见。那其实老板说呢，会来他们这里买的很多都是老饕会自己处理，或者是呢你请他们帮你处理，他也是会帮你处理的。可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要留在上面好，因为我一目了然之后说哇黑猪，可是烧掉的话你要去问啊，而且不一定他会真实告诉你们。没关系，吃之前处理掉就好了嘛。我们吃逛了一圈下来啊，现在整体的环境都还是很干净。那现在1楼有开的店铺呢，大概是27家左右，里面东西不怎么打架，但是呢，猪肉铺有3摊，牛肉铺1摊，菜摊2摊，这些是属于需求量比较大的，所以它的间数就会比较多一点点。这个市场虽然小小一圈啊，但是可以满足你的1天日常所需。如果你是想要贪新鲜来这个市场逛一逛呢，你可以来这边吃点午餐，吃点点心，然后呢，把你晚餐的食材呢都带回家。目前开放的部分呢，就是1楼，2楼以上的部分要到7月以后。那之后上面呢会有宝雅，我们最喜欢的苏杭餐厅，还有活动中心、旅馆等等空间，是一个多功能的市场。黄石市场周边的交通很方便，它离府中站的走路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而已。那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公车的路线。那当然，你来到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到邻近的慈惠宫去走走，然后也可以到林家花园去参观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林家花园资讯的话呢，我们之前有拍过1集，可以参考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买阿海烟鸡，那其实附近呢还有另外一家叫做叶家庄，2家的评价呢都非常的好，观众都很推荐。那我们今天买阿海买了半只鸡，然后其实买鸡呢还有送鸡汤，但我们没有要啦，因为拿回去的麻烦。它现场呢其实还有卖熟食啊，还有凉拌小菜，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。我刚刚看到这个凉拌小菜，整个心情都还好，但是我也没办法吃那么多啦，可是看到就好。这些卤味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，那种常见的海带啊、米血豆干看起来都超赞。我买这只烟鸡超大了，我这才半只而已，520块。那我挑了一只比较肥的，那你如果想要不要那么肥的呢，它也是有。哇，这个皮这么厚。我刚刚在评论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评论，他说他买了一只母的烟鸡，想说烟鸡怎么会有母的啦？
其实阉鸡呢，就是保留了公鸡跟母鸡的优势，可能肉质上面呢，就是又有结实，但是又不要那么干柴，有点油脂这样子。对，他可能想要表示的是这样子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它的肉质非常的香甜，而且每一块肌理之间呢，你可以吃到它的肉冻啊、油脂，然后再来是它的皮呢也非常的厚，你可以吃到油脂的香甜，却不会觉得太油腻、太恶心。它有附酱油，还有胡椒粉，这酱油里面看起来有点辣椒，我觉得真的这个沾辣椒酱油会非常的对味。可是它其实本身就蛮有味道，其实我觉得不用沾就很好吃了。因为我还要带回家，这个酱油打开来的话，对我来说就太不方便了。那直接吃就很好吃了。如果有吃过这个酱的观众呢，可以留言跟我们说一下它什么味道。这一间是怀念泡菜臭豆腐，观众推荐的。那另外呢，观众还有推荐我们另外3间黄石市场周边的肉羹，但是这个时间就已经都没有开了。先来吃看这个臭豆腐，哎呦，一过来的时候就闻到那个臭味，不知道说香还是臭这样子。这臭豆腐超级出色，它的那种脆啊，是有点像是你吃什么薄皮的炸鸡排那一种，外面酥酥的，然后里面还是很软嫩的样子。那它这个豆腐呢，里面也是软，而且吸汁，臭也有臭，而且它那个脆还不会刮口，哎，好吃哎。然后它那个吸汁啊，还可以带出它那个豆味的香浓，哇，好喜欢哦。它的酱油啊是蒜味，但是有带甜口的。帮大家吃一下这个泡菜，它应该蛮脆的，因为我看它的那个硬挺程度。刚刚那口泡菜下去，很像在吃水果，因为呢，它很脆之外啊，慢慢的咬，它的香甜又慢慢的释放出来。哎，好吃哎，难怪它是先怀念泡菜，所以泡菜是在前面的。果酸香那个系统的。我觉得臭豆腐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要吃合口味的。它这一间刚好非常合我们口味，那不知道大家有吃过了合不合你的口味？我们非常喜欢。其实我觉得这家呢是2个路线的交集点，就是你喜欢新潮的，或者是喜欢传统的，这家你应该都会喜欢；但喜欢很酥的，或者是喜欢软的那一种，这家你应该也都会喜欢。它应该蛮能够客制化，因为我刚刚在看到别人在点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跟老板讲说他要软的，他要硬的，什么的都有，然后老板都有帮他客制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主要就是来逛一下市营院的黄石市场，然后吃一吃附近观众推荐的美食。其实我蛮喜欢逛这样子更新后的传统市场，它除了把传统市场原来最珍惜的人情味搬到里面去之后呢，又获得了一个干净舒服的环境。那尤其是它原本啊只营业上午的时间，但是它搬到里面去之后呢，变成早上7点到下午7点都有营业。对我这种晚起的人啊，或者是早上早起要赶上班的人啊，是一大福音。或者是下班想要买一点菜的人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目前整个黄石市场是只有1楼的部分有营运，那2楼以上都还没有。那等到完成了之后呢，我相信可以停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。那目前这样的话呢，你会想要来逛吗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